有人讲阅片无数能无惧恐惧，那么今天就拿此片来测试人狼恶。故事开始，小美一家三口生活在森林里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平时呢以打猎为生，父亲约翰的祖上族都是打猎能手。这天父女俩一如既往的外出打猎了，然而就在查看之前布置的陷阱时，便发现了不对劲儿，捕兽夹上的猎物被吃的只剩下了一个爪子。这时候小美说了一句：他来了。谁来了呢？狼来了。生活在森林里面的一只恶狼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小美无意间透露出狼回来了的消息。妻子丽娜想要报警，可丈夫约翰觉得不用，警察来了反而更麻烦了。他表示自己就可以解决掉那只狼。为什么约翰不会同意报警？因为他们一家子属于是非法居住了，警察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赶走他们。可他们生活拮据，买不起房子。天还没亮，约翰就早早的起来收拾装备，准备前往森林。这时候小美也跟着过来了，她表示自己也想一起去，可约翰觉得太危险了，不能让她去。最终在小美的软磨硬泡下同意了，但有个前提，帮忙布置完诱饵和陷阱后就要离开。俩人来到了森林，一切都布置完后，约翰在一棵树旁边摸了摸地上的泥土，闻了一下之后便立刻让小美赶紧回家去。随后自己又发现了一根狼毛，看来狼就在附近，于是约翰直接模仿起了狼的嚎叫声，试图将其引诱过来。这一招果然管用，把狼引了过来。约翰将狙击枪对准了狼，同时也注意到了狼啃食的食物肯定不是动物尸体，一枪下去打歪了，骂枪了。狼被吓跑之后，约翰急忙的跑了过去，想要看看狼到底在吃什么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是一个人手。紧接着约翰又在公路上发现了人的血迹，他沿着血迹向前搜寻，一路上他发现树上刻着一些奇怪的记号，这似乎是某种特殊的标记。随后他用瞄准镜观察前方，有个女人被绑在了树上。等他走过去一看，哎呦啊，遍地女尸，场面惨不忍睹。晚上回到家，约翰陷入了两难的选择，他不想让妻女卷入这场可怕的事件中，又担心报警让他们失去这片赖以生存的家园。思索再三，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麻烦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了那个案发现场，放置好捕兽夹，又嘱咐丽娜，说自己明天就能安全回来。丽娜跟小美这边呢，俩人正在河边洗衣服。这时候小美忽然发现自己家的狗子不见了，在她找的时候，狼出现了，给这小美吓得直接躲在了丽娜的身后。好在丽娜一个狮吼功，成功将狼吓跑了，之后便将女儿带回了木屋，自己则去寻找狗子。然而在不远处就发现了狗子，可惜的是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美还在惦记约翰和狗子，丽娜则是告诉她不用担心，说不定狗子去找你爸爸了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约翰却始终没有回家，对讲机也没有传来任何回应。这天俩人外出，打算去看看之前布置的陷阱。一到地儿，陷阱上的食物已经都被狼吃掉了，而且俩人在狼的粪便里发现一枚戒指。小美一脸懵逼，好奇这戒指是怎么到狼肚子里去的。于是丽娜开车带着小美来到了自然保护部门。丽娜就跟这个工作人员说啊，我丈夫打猎已经1天1夜没回来了。但是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对于猎人来说，失踪个1、2天是常有的事儿，而他们居住的地方是联邦政府的土地，不归他们管。如果要是报警立案管的话，那你和你的女儿就要搬家。丽娜无奈要了些食物后，就带着女儿回家了。半夜丽娜睡觉的时候，小美突然进来了，拉起了她，说是听到了约翰的叫声。结果等丽娜出去走上前去一看，不是约翰，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的腿受伤了。丽娜没有多想，直接将他拉回了屋里。第二天男人醒来，他告诉丽娜自己叫大壮，是一名摄影师，汽车半夜抛锚了，往森林溜达的时候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。与此同时，工作人员胖子也发现了路边有辆车停了有些日子了，然后又联想到那枚戒指，他呢就来到了树林里，沿着树上标记的符号就往前走，发现了凶杀现场。胖子呢有点倒霉，这边没有注意脚下，直接踩到了捕兽夹，刚想站起来，手又摸到了捕兽夹。然后丽娜这边一看没法了，只能自己去森林里寻找丈夫。走了没一会儿找到了，只不过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。从他身上的伤口来看，显然是被人杀害的。接着又想起了之前曾救过的大壮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丽娜急忙回家，她透过窗户来查看屋内的情况。小美在睡觉，大壮侧着身子躺着，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丽娜的到来。然而就在丽娜去女儿房间时，不幸遭到了大壮的偷袭。
题。同时工作人员也发现胖子迟迟没有回来，也报了警。警察带着警犬发现了那个凶杀现场。丽娜从疼痛中醒来，询问自己女儿在哪。大壮告诉她，你的女儿安然无恙，你把汽车钥匙给我，我告诉你她在哪。拿到汽车钥匙后的大壮销毁了自己作案的证物，然后临走前还想对小美的妈妈进行侵犯。不过好在妈妈手边正好有一个捕兽夹，他拿起了捕兽夹，直接往大壮嘴上放了上去。随后他走进了女儿的房间，眼前惨不忍睹的画面让他失声痛哭。失去了女儿和丈夫后的丽娜已经彻底崩溃了，她把大壮吊在了屠宰房，准备好了平时解剖用的工具，面无表情的拿着刀冲大壮走了过来。中间这块属实太那啥了，就不看了。完事丽娜就给大壮身上的皮全给扒了。等警察这边赶过来的时候，丽娜从木屋中走了出来，她将大壮的脸皮扔在了地上，用呆滞的目光望了望那个女工作人员，然后来到木屋后面坐了下来。电影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